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ou。先前影片談過外掛激增中，後來許多觀眾分享了自己的經驗，像是他們自己被外掛鬧，或是看到日 V 跟朋友玩一玩被外掛崩，又或是給 You 看其他實況主被外掛鬧的影片，也就是外掛實際已經相當嚴重了。不巧現在又是新年假期，R星可能連客服都去放假了，根本完全是空窗期，可以說真的是非常不巧。當然，退一百步說，R星是否真的能解決也不好說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有觀眾跟 You 推薦了戰局鎖。戰局鎖是什麼呢？戰局鎖外觀是一個檔案，只要把這個檔案放進遊戲安裝資料夾，就能發揮效果，不用額外再執行什麼執行檔。然後你開遊戲，會發現世界清靜了，別說外掛了。就算是公開戰局也沒半個人，而且你的好友也無法加入你的戰局，整個 GTA Online 會只剩你一個人。但是這個戰局鎖有白名單機制，你可以在檔案中加入一串密碼。如果你的朋友也用戰局鎖，並在戰局鎖加入相同的密碼，那你們就能相遇。不管是在公開戰局或好友戰局，他都能加入。不過邀請戰局還是要由你邀請才行。也就是說，你們可以一起組隊過任務，等於如果你跟一群朋友都是同一個密碼，那你們正常玩就互相會遇到。公開戰局就你們一群人，其他陌生人都不會遇到。唯一的風險是，萬一被外掛拿到密碼，他還是能進來搞破壞。不過遇到這種情形就換個密碼就好。Startup.meta 這個檔案要怎麼取得呢？本次由觀眾分享的 Startup.meta 是由 K7YSH5A41 製作，下載點會放在說明欄。不過實際上你 Google 找的話 ，Startup.meta 不止一個人製作過，也有人會分享自己做的 Startup.meta 到 GitHub。你想的話，也可以到 GitHub 下載。不同作者寫的內容可能會略有不同，但實際效果是一樣的。GitHub 還分成強化版跟傳神版，如果你要下載的話，別忘了看作者的說明。來，我們來實際操作一下。第一步要取得 Startup.meta 這個檔案，檔案載點在說明欄。第一個是 You 分享的檔案，注意是給 GTA 5強化版用的，其他的是 GitHub 的連結，分成給強化版跟傳承版的。第二步，把 Startup.meta 這個檔案放到 GTA 5強化版的 X64 Data 目錄底下，這是完整的路徑。X 是你 Steam 的安裝磁碟代號，每個人不一樣。如果你看不懂的話，還可以用別的方法找出路徑。Steam 的話，你可以在收藏庫找到 GTA 5強化版，在上面點右鍵內容，已安裝檔案，瀏覽，就會跳出 GTA 5強化版的安裝資料夾，再點進 X64。Data 將 Startup.meta 這個檔案放進去就好了。如果是其他版本的 GTA 5呢？方法也差不多，能找出安裝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或是你可以看看桌面或開始選單有沒有 GTA 5強化版的捷徑，有的話你就在捷徑圖示上點滑鼠右鍵，開啟檔案位置，一樣會跳出 GTA 5強化版的安裝資料夾，再點進 X64。Data 放進 Startup.meta 就可以了。Startup.meta 放好之後，先在檔案圖示上點滑鼠右鍵，重新命名，在檔案最後加上 .txt， 檔案圖示上點滑鼠右鍵，編輯。就可以看到檔案的內容，最下面有一排數字20210625，這一排數字就是密碼，數字相同的玩家才會互相看到。我們隨便改一下，比方說改成20260102或其他數字。最後別忘了存檔，把檔案的 .txt 再去掉。讓檔名恢復成 Startup.meta。
如果你看不到副檔名，要打開這邊的檢視，副檔名前面打勾，讓檔名恢復成 startup.meta。這樣就完成了。萬一你還是遇到外掛，就再把這串數字改掉。理論上別說遇到外掛了，應該是一個玩家都遇不到才對。隨便打一串數字還是遇得到人，表示這個 startup.meta 已經失效了。總不會就這麼巧，你打的什麼數字都有人選？那你先關掉影片去買個樂透吧。然而戰局所真的這麼神奇嗎？這個檔案到底是什麼東西？會不會很危險？我們來研究一下這些程式碼都是幹嘛的。留給 Gemini 讓 AI 分析一下。這段程式碼的原理非常直接，它是一個精簡版或純淨版的加載清單。你之所以用了它，就不會被外掛崩掉，且能正常進入遊戲，主要是因為它在加載層級做了以下幾件事：一、屏蔽了惡意腳本的注入點。外掛崩掉玩家最常用的手段是透過漏洞，或者利用遊戲載入額外 DLC 檔案時的附載。這段 XML 只保留了最核心的 UI 和基礎腳本。它強制遊戲只去讀取這幾個指定的 RPF 檔案，而不去加載可能被外掛利用或者已經被篡改的其他擴展數據。二、禁用了不必要的數據加載，在你的程式碼中，資料檔案和配取檔案都是空的。原因：很多遠端崩潰外掛是發送一個錯誤的補丁包數據或異常的車輛、建築模型數據給你的客戶端。效果：這段 XML 相當於給遊戲穿上了一層防彈衣。它告訴遊戲，除了我清單上的這幾個基本檔案，其他的補丁或額外數據通通不要理會。這讓外掛發過來的惡意數據包找不到對應的掛載點，進而無法讓你的遊戲崩潰。三、解決了版本混亂導致的崩潰。這一段代碼中包含了這個 RPF 檔案，這是專為新版界面設計的。有些玩家因為舊版檔案殘留，導致戰研檢查出錯而進不去遊戲。這一段代碼明確了檔案路徑，解決了加載衝突。重要的風險提示，請務必注意。雖然這段代碼目前能讓你正常進遊戲且防崩，但在2025年的環境下，有幾點你需要注意。戰研的延遲封鎖，這本質上屬於修改遊戲原始配置。雖然它現在能用，但戰研有時會採取延遲封鎖策略。如果官方伺服器偵測到你的檔案與原始版本長期不符，可能會被標記為修改遊戲檔案。功能受限，因為你禁用了許多資料檔案，你可能會發現遊戲中某些新出的 DLC 載具、服飾或地圖組件，例如最新的賭場更新或搶劫任務內容，會出現貼圖錯誤或無法讀取的情況，無法完全防禦遠端踢出。這一段代碼能有效防止遊戲程式崩潰，但如果外掛是直接向 R 星伺服器發送剔除該玩家的協議指令，這一段程式碼是擋不住的，因為那是伺服器層級的權限。總結，這是一個最小化安全啟動的配置，它透過犧牲部分非核心數據的加載，換取了系統的穩定性。如果你現在能正常直播且不被踢，說明外掛之前是透過數據注入來搞你，而這一段程式碼正好切斷了注入路徑。建議你低調使用，並在遊戲官方有大更新時，記得先恢復原版驗證檔案，以免造成遊戲崩潰。不愧是 AI， 講得非常淺顯易懂。當然 ，AI 不一定說的完全正確，不能全信，這一點大家必須考慮一下。先假定 AI 說的是對的，那麼這個檔案就只是讓遊戲避免載入會讓外掛能搞人的內容，就好像沒有可燃物就不會失火的意思。但有沒有被戰研偵測被抓的風險？也不能說沒有，尤其戰研要麼不給你開遊戲，要麼就將你列入黑名單，過一陣子之後再算賬，也就是所謂的延遲封鎖。因此未來被 ban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但根據分享的觀眾向原作者求證的結果是 ，R 星的戰研可能是比較低階的版本，並不會去掃描硬碟的檔案，而且這個檔案在同樣 R 星出的《碧血狂殺2》線上版已經行之有年，也沒聽說過有誰被抓過。這一點又看了網上的一些討論，似乎也都是類似的說法。Google Startup.meta 就能找到不少。當然 ，R 星官方沒保證的情況下，U 的保證是沒用的。只能說，如果你覺得不是非用不可的話，就先不要用這個戰局鎖，盡量避免去公開戰局。每次開遊戲都先進故事模式，再去邀請戰局，是比較保險的做法。如果你確定你自己已經被盯上了，
尤其你是實況主之類的高危險群，那還是用比較好。或是雖然你也不肯定，但遊戲常常不明閃退到已經受不了的人，就可以試試看用這個戰局鎖，說不定你被暗中盯上了。如果你有一群好友一起玩，別忘了設定一樣的密碼，就可以不怕被其他人打擾，又不至於沒人一起組隊咯。被外掛混進來再換密碼就好。有什麼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。那麼想看更多類似的影片，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，才能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哦。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，下次再會。